李哲和陈赫结婚整整3年，他们是一对最普通的年轻夫妻，挤在一套不大不小的两居里，上班下班，买菜做饭，周末打扫卫生，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父母，日子平淡却也安稳。至少陈赫一直是这么以为的。3周年纪念日这天，陈赫特意提前跟单位请了1小时假，绕路去菜市场，挑了李哲最爱吃的排骨大虾、小青菜，又拐进蛋糕店，取了提前1周订好的奶油蛋糕，上面简简单单写着3周年快乐。她不算什么惊艳的美人，丢在人群里就是个普通姑娘，长相温和，性格安静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做事稳稳当当。嫁给李哲的时候，她没要天价彩礼，没要豪车大房子，只觉得这个男人看着老实可靠，能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够了。为了这个家，她处处迁就李哲，下班晚，她就每天把饭菜热好等他。李哲喜欢干净，他就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李哲花钱大手大脚，他就自己省吃俭用，把工资攒下来，应付房租水电日常开销。就连2人住的这套房子，首付是他爸妈心疼女儿悄悄给的，月供也是他用自己的存款在还。这些事他从来没跟李哲仔细说过，他总觉得夫妻之间算得太清楚，伤感情只要2个人一条心，日子总会越来越好。他甚至故意在李哲面前表现得普通又节俭，不买贵的化妆品，不穿大牌衣服，出门坐公交地铁，就是怕李哲有压力，怕他觉得自己高攀。他以为他的退让、包容、付出能换来同等的珍惜与真心。直到这天晚上，一切都碎了尘，喝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，炖上排骨汤，煎好大虾，炒了2个素菜，把蛋糕摆上桌，又点上2根小小的蜡烛，就等李哲进门，一起过一个简单却温馨的纪念日。墙上的时钟一圈一圈转过，7点、8点、8点半，才一点点凉掉。蜡烛的包装都被捂热了，李哲还没回来。陈赫拿出手机，想给他发个消息，指尖刚碰到屏幕，家门突然被推开，李哲回来了，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是他常用的那款洗衣液的味道，也不是烟味，是一种年轻女孩子身上甜腻的香气。他脸色不太好，进门就把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，语气烦躁，累死了，今天加班。陈赫心里轻轻一沉，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。最近大半年，李哲总是很晚回家，手机从不离手，洗澡都要带进浴室，消息提示音一响就紧张的按掉。问他就说工作同事客户，他不是没有怀疑过，只是不愿意往最坏处想。他压下心里的不安，走过去想接过他的包，轻声说，今天是我们3周年，我做了你爱吃的菜，快洗手吃饭吧。蛋糕我都取回来了。李哲却不耐烦地挥开他的手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吃什么吃？没胃口，你自己吃吧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不是电话，是连续好几条微信消息，震动的沙发扶手都在轻轻发颤。李哲几乎是条件反射，一把抓过手机，背对着陈赫，手指飞快地打字，肩膀都绷得紧紧的。陈赫站在原地，看着他防备又紧张的背影，心口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，闷得喘不过气。他没有上前抢手机，也没有大吵大闹，只是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等他转过身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哲才把手机塞回口袋，脸色更加难看，对着陈赫没好气地说，我出去一趟，有点事，去哪儿？陈赫的声音很轻，
却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颤抖。你别管，反正有事。李哲拿起外套就往门口走，连鞋都来不及换。陈赫终于忍不住了，3年的委屈，隐忍不安，在这个本该幸福的夜晚，一下子全部涌了上来。他上前一步，挡在玄关，抬眼看着他，眼睛有点红，却没有掉泪。李哲，你看着我。李哲被他拦住，心里本来就烦躁，被他这么一盯，更加不耐烦。你干什么？让开，我真的有事。什么事比我们结婚3周年还重要？陈赫的声音很稳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是那个经常半夜给你发消息，下雨让你送伞，生病让你陪他去医院，连你换工作都要先问他意见的人，对不对？李哲脸色猛地一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陈赫轻轻笑了一下，笑得眼底发涩。他叫张淼，就在我们家附近夜市摆摊卖饰品。你说她一个小姑娘在外不容易，你好心帮她，一开始我信了，可帮到天天半夜聊天，帮到你连家都不想回，帮到你身上带着她的香水味，这也叫普通帮忙吗？张淼这个人，陈赫早就知道，不是他偷偷调查，是张淼太过得意忘形。有好几次，陈赫去夜市买东西，正好碰到李哲在帮张淼收摊，又是搬箱子，又是避水。态度温柔的陈赫从未见过张淼，明明知道陈赫是李哲的妻子，却故意往李哲身边靠，笑着说，嫂子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严哥就是好朋友，多亏他一直照顾我。那语气，那眼神，半点没有避嫌的样子。陈赫回家跟李哲提过，让他注意分寸，毕竟都是有家室的人。可李哲每次都骂他小心眼，多疑善妒，说他把人想得太坏，说他只是热心肠，一次又一次原谅，一次失望，一次失望，一次心冷一分。到今天3年纪念日，他连家门都不愿进，菜不吃，蛋糕不碰，急着去找另一个女人。陈赫再也撑不住了，我每天下班买菜做饭，打扫家里，省吃俭用，工资大半拿来还房贷交水电费。你加班，我等你，你难过，我安慰你，我从来没跟你抱怨过一句。陈赫的声音微微发颤，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。可你呢？你把我的包容当成理所当然，把我的退让当成软弱可欺，现在连家都不要了是吗？他的话句句戳心，李哲被戳破了隐藏已久的秘密，又被当众揭短，面子上瞬间挂不住，脸色由白转青，再由青转红，恼羞成怒。周围的邻居刚好有人开门倒垃圾，听到动静，探过头来看了一眼，李哲更加觉得难堪，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，一股火气直冲头顶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这一次是语音电话。他没来得及挂扬声器，不小心被碰到，张淼带着哭腔，柔弱可怜的声音清清楚楚的飘满了整个玄关。阿哲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我一个人好害怕，外面下雨了，我收完摊没人送我。你老婆是不是不让你过来？都怪我，我不该打扰你们的，你别为难了。那声音委屈柔弱，楚楚可怜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刺，扎在李哲的心上，也扎在陈赫的心上。李哲瞬间被激得失去了所有理智，他看着眼前眼眶发红，却依旧挺直脊背不肯退让的陈赫，只觉得他面目可憎，觉得他毁了他的好人形象，毁了他在张淼面前的体面。下一秒，他完全失去控制，抬起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巴掌狠狠甩在了陈赫的脸上。
啪一声清脆又刺耳的声响，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。陈赫整个人被打得偏过头去，踉跄着后退2步，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鞋柜上，疼得他倒抽一口冷气。左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，火辣辣的痛感瞬间蔓延开来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叫，嘴里泛起一股腥甜的味道，是牙龈被打出血了。他僵在原地，半天没有动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动手打了他的男人。是他爱了3年，嫁了3年，掏心掏肺对待了3年的丈夫，是他放弃更好的选择，心甘情愿陪着吃苦的男人，是他以为会护他一生安稳度日的依靠。此刻他站在他面前，眼神冰冷，满脸戾气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疼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，只有被冒犯后的愤怒与厌恶。陈赫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巴掌落下的瞬间彻底碎了，不是玻璃，不是瓷器，是他整整3年的爱情婚姻期待信任，全部碎成了粉末，再也拼不回来。李哲打完人，自己也愣了一瞬，可看着邻居探究的目光，在听着手机里张淼的哭声，他硬生生把那点仅存的愧疚压了下去。硬起心肠对着陈赫恶狠狠地说，我告诉你，陈赫你就是活该。张淼人家一个小姑娘，在外打拼多不容易，我好心帮她，你偏偏要疑神疑鬼，大吵大闹，当众给我难堪。你就是太自私，太不懂事，我今天必须去看她，你自己在这里好好反省，想不通就别出门丢人了。说完，他看都没有再看陈赫一眼，连他脸上的红肿，嘴角的血迹都懒得瞥一眼。推开家门，大步冲了出去，电梯门一关，彻底消失在陈赫的视线里。玄关里只剩下陈赫一个人，凉风吹进来，带着窗外秋雨的湿冷。桌上的饭菜彻底凉透，蛋糕安安静静放在那里，蜡烛没有点燃。3周年快乐那几个字显得格外讽刺。邻居悄悄关上了门，避免尴尬。可那些探究的同情的目光，那些隐约的议论声，像无数根细针扎在陈赫的身上。心上他没有哭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不是不疼，不是不委屈，是心里那点能让他流泪的柔软已经被这一巴掌彻底打死了。他慢慢站直身体，抬手轻轻擦掉嘴角的血迹，指尖触碰到脸颊上的红肿，滚烫的痛感传来，他却像是感觉不到一样，眼神一点点冷下来，从最初的难以置信、心酸委屈，变成一片死寂的平静。3年婚姻，他收起棱角，磨平脾气，学着做一个温柔贤惠、懂事体贴的妻子。他以为真心能换真心，到头来只换来一句你活该和一记当众落下的耳光。他缓缓走到餐桌前，看着那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，看着那个漂亮的奶油蛋糕，突然觉得无比可笑。他伸手把蛋糕轻轻端起来，打开家门，扔进了楼道口的垃圾桶。然后他把凉掉的饭菜全部倒进下水道，把碗筷洗干净，擦干，摆放整齐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，只拿了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几件换洗衣物，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就装完了他在这个家里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没有再看这个房子一眼，关上灯，锁上门，转身走进了秋夜的雨里。陈赫没有回娘家，也没有找朋友哭诉，他在离家不远的酒店开了一间房，安安静静待了下来。一整夜他没有睡，坐在窗前
看着窗外的路灯和雨滴，把这3年的点点滴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回想了一遍。他想起刚在一起时，李哲牵着他的手说，陈和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他想起结婚那天，没有盛大婚礼，只是2家人简单吃了顿饭。李哲给他戴了一个很便宜的银戒指，说等我以后有钱了，给你买大钻戒。他想起每个月还房贷的时候，他怕李哲有压力，总是说没事，我工资够你，不用操心，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。他想起李哲生病，他整夜不睡守在床边，想起李哲父母来住，他端茶倒水，洗衣做饭，比对待自己父母还要细心。想起他省了好几个月，想给他买一块他念叨很久的手表，还没来得及买，就先等来了背叛和耳光。原来所有的誓言都可以不算数，原来所有的付出都可以被视而不见。原来他拼命守护的婚姻，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原来他隐去所有底气，换来的不是珍惜，而是肆无忌惮的伤害。天亮之后，陈赫彻底清醒了，他不是李哲口中那个没背景、没本事，离开他就活不下去的女人。他爸妈都是普通职工，却在他成年后给他留了一笔充足的存款，在市中心给他买了一套全款的公寓，写的是他的名字。他有稳定的工作，体面的收入，人缘好，能力强，在单位里一直很受认可。他之所以在李哲面前那么普通，那么节俭，那么温顺，不是因为他只能这样，是因为他爱他。他愿意为了他放下所有光环，做一个平凡的妻子。可这份爱太廉价了，廉价到他可以随意践踏，随意伤害，随意抛弃。陈和打开手机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做了3个决定。第一，联系房产中介，他把他和李哲一起住的这套房子挂了出去。他明确告诉中介，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一点，唯一要求1周之内必须全款付清，完成所有过户手续。买家收房时，屋内所有物品全部清空，一件不留，恢复空房状态。这套房子首付是他爸妈给的，月供是他还的，装修是他盯着弄的，每一分钱都和李哲没有关系。房产证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有完全的处置权。以前他舍不得，是因为对这段婚姻还有期待，现在他半点都不想留。第二，联系律师，他让律师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条款简单清晰，双方自愿离婚，无子女抚养纠纷，无共同债务，婚内共同财产归陈和所有，李哲净身出户，双方签字立即生效，从此互不干涉，永不相见。第三，拉黑所有联系方式，他把李哲的微信、电话、支付宝所有社交账号全部拉黑删除。从今往后，这个人与他再无关系。做完这一切，陈赫洗了把脸，化了一个淡淡的妆，遮住脸上还未完全消退的红肿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像往常一样准时去单位上班。他没有跟任何人哭诉，没有跟同事抱怨，没有跟父母告状，安安静静，平平淡淡，仿佛那天晚上的耳光，那场破碎的婚姻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个温顺、软弱、为爱妥协的陈赫已经死在了那个雨夜。活下来的是清醒、独立、决绝，再也不会为任何人委屈自己的陈赫。而另一边，李哲这几天过得潇洒极了。他从家里跑出去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张淼。张淼看到他脸上的戾气，再看到他脸颊上因为生气而涨红的样子，立刻装作心疼的样子，
拉着他的手，柔声细语地安慰阿哲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跟嫂子吵架，你会不会为了我后悔啊？李哲被他这么一轰，心里那点因为动手打人而产生的不安，瞬间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满的保护欲。他搂着张淼，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不后悔，是他太不懂事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这么温柔，这么懂事，比他强100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哲彻底放飞自我，他每天陪着张淼出摊收摊，带他去吃好吃的，给他买衣服买饰品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完全把家里的陈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甚至跟张淼炫耀陈赫那个人软得很，我打他1巴掌他都不敢反抗，等我玩够了回去，他肯定乖乖做好饭等我，不敢说半句废话。在他心里，陈赫就是一个离不开他，依附他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女人，温顺软弱，没主见没背景，他笃定不管他怎么伤害他，怎么晚归，怎么跟别的女人暧昧，他都只会忍气吞声，等着他回头。他甚至盘算着，等再过几天，他随便跟陈赫说2句软话，这件事就翻篇了，日子照样过。他照样可以一边享受着陈赫的照顾，一边和张淼暧昧不清。他从来没有想过陈赫会离开他，更没有想过陈赫有能力让他一无所有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第1天他没回家，觉得陈赫肯定在默默流泪等他。第2天他没回家，觉得陈赫肯定已经消气了。第3天他没回家，觉得自己该回去收拾一下陈赫，让他以后不敢再管他。第4天、第5天、第6天，他依旧沉浸在张淼的温柔乡里，得意忘形，完全没有察觉到一场足以让他坠入深渊的变故，已经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然完成。直到第7天，也就是动手打陈赫后的整整1周，李哲玩够了，疯够了，张淼那边的新鲜感也慢慢淡了。他终于想起自己该回家了，他心里还盘算着，回去之后先冷着脸教训陈赫一顿，让他知道这个家谁做主，再随便说2句好听的哄他一下，他肯定就原谅自己了。他甚至还想着回去要吃陈赫做的红烧肉，要穿他洗干净的衣服，要睡在舒服的床上。在他眼里，那个家永远会在那里等着他，那个女人永远会在那里等着他。傍晚时分，天色微微暗下来，李哲哼着小曲，慢悠悠地往家走。楼道里的灯声控亮起，他掏出钥匙，熟门熟路地插进锁孔，转动推门，脸上还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笑意。下一秒，他推开门，看清屋内的一瞬间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，一动不动，愣在原地，瞳孔骤缩，浑身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。家里空空荡荡，一片死寂，他以为自己走错了门。他后退一步，抬头看门牌号，没错，就是他家502，可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所有的认知。曾经温馨熟悉的客厅不见了，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、电视地毯、摆件挂画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白墙和干净的发亮的地板。曾经摆满饭菜的餐厅不见了，餐桌餐椅、酒柜、收纳架，连一个影子都没有，空旷的能听见回声。曾经舒适温暖的卧室不见了，大床、衣柜、床头柜、梳妆台、窗帘、床单、被罩全部被拆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4面墙壁和一个空荡荡的房间。厨房、阳台、卫生间全部被清空，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
洗衣机、热水器、拖把、扫把，所有生活用品全部消失。整个房子像一个刚交付的毛坯空壳，没有一丝人气，没有一点生活痕迹，没有任何曾经家的样子。李哲站在玄关，手里还拿着钥匙，整个人彻底懵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反应不过来。陈和，他下意识喊了一声，声音干涩发颤，没有人回应，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荡。陈和，你出来！他慌了，冲进客厅，冲进卧室，冲进厨房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跑，一遍一遍的喊。空荡荡的屋子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呼喊声，除此之外，安静的可怕。他的衣服、鞋子、袜子、内裤、电脑游戏机、手机充电器，他最喜欢的球鞋、收藏的手办、抽烟的打火机、喝酒的酒杯，全部不见了。他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，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个房子里生活过，仿佛这3年的婚姻只是一场幻觉。李哲双腿一软，差点直接瘫坐在地上，他扶着冰冷的墙壁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心脏狂跳，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眼角的余光瞥见玄关柜上放着一份文件和一张小小的字条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拿起那份文件，看清标题的那一刻，他如遭雷击，浑身剧烈一颤，手里的文件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离婚协议书，甲方陈和乙方李哲，下面陈和的名字已经签好了，字迹工整冷静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他颤抖着捡起文件，一页一页翻看，每一条条款都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他的心脏。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，婚内无子女，无共同债务，位于 XX 小区502。房产为甲方婚前及个人出资购买，产权归甲方所有，现已出售。婚内共同财产全部归甲方所有，乙方自愿放弃所有分割权利，净身出户。双方签字后生效，从此互不干涉，互不打扰，永不相见。净身出户，永不相见，这8个字像千斤巨石，狠狠砸在李哲的头上。他猛地拿起旁边那张字条，是陈和的，字迹简短清晰，冰冷刺骨。房子我已卖掉，下周买家收房，离婚协议我已签字，你签完联系律师，从此两不相欠。没有指责没，有抱怨没，有哭闹，没有挽留，只有彻底的决绝和毫不留恋的放弃。李哲终于明白了，不是陈赫离家出走，不是陈赫闹脾气，是他不要他了，是他卖掉了房子，是他斩断了所有关系，把他彻底扫地出门。那个他以为温顺软弱，离不开他的女人，那个他随手打骂，肆意伤害的女人，竟然真的如此决绝，如此干脆，不留一丝余地，把他的一切全部清空。他疯了一样掏出手机给陈赫打电话，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，他又发微信，红色的感叹号刺眼夺目，你已被对方拉黑。他又发短信，全部被退回，所有联系方式全部被拉黑，陈赫真的消失了，从他的世界里彻底干净，不留痕迹的消失了。李哲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浑身发抖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。不是委屈，不是愤怒，是恐惧，是后悔，是绝望。他终于开始回想这3年陈赫为他做的每一件事，为他做饭，为他洗衣，为他照顾父母，为他默默还房贷，为他省吃俭用，为他收起所有锋芒，为他忍受所有委屈。他一直以为
这个家是他的，房子是他的，妻子是他的，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他一直以为陈和家境普通，靠他养活，离开他就无处可去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如梦初醒，这套房子是陈和的，房贷是陈和还的，家里的开销是陈和撑起来的。他所谓的安稳日子，全部是陈和在默默支撑。他没有出1分钱首付，没有含过1次月供，没有为家里承担过多少责任，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陈和的付出，肆无忌惮的伤害着他。他以为自己掌控了婚姻，掌控了妻子，掌控了人生，到头来他才是那个最可笑、最愚蠢、一无所有的人。李哲失魂落魄的从空房子里走出来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没有家了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妻子，没有退路。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找自己的父母。他以为父母会心疼他，会帮他，会骂陈赫狠心。可当他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说出来之后，一向疼他的父亲当场气得扬起手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和他打陈赫的那一巴掌位置一模一样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！父亲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。小何那么好的姑娘，温柔懂事，勤俭持家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竟然为了外面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动手打她，你还是人吗？母亲也在一旁抹眼泪，又气又恨。那套房子我们都知道，是人家小何爸妈给他买的，首付人家出的，贷款人家还的，你1分钱没掏。有什么脸住？有什么脸觉得是你的？小何肯让你住在家里，肯对你那么好，是他重感情，是他善良。你呢？你把他的善良当成软弱，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现在被赶出去，你活该。我们没有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儿子，你滚别进这个家门。父母的责骂像一盆盆冷水，把李哲从头浇到脚，他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事实。他灰溜溜的从父母家离开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又想到了张淼，那个在他面前柔弱可怜，口口声声说在乎他，离不开他的女人。他以为张淼会安慰他，会陪着他，会跟他一起面对。可当他找到夜市张淼的摊位时，摊位已经空了。旁边摆摊的老板告诉他，那个小姑娘啊，昨天晚上就收拾东西走了，听说回老家了，联系方式都换了，谁也找不到。李哲不死心，给张淼发消息打电话，和陈赫一样，红色感叹号关机提示。张淼听说他被扫地出门，没房没钱，一无所有之后，连夜跑路，把他彻底拉黑。直到这时，李哲才彻底明白，张淼的柔弱可怜全是装的。他看中的从来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他能给他的陪伴、好处、便利。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所谓的爱情，所谓的心疼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而他为了这场骗局，亲手毁掉了真正爱他、真心待他、陪他吃苦、为他付出一切的妻子，亲手毁掉了自己安稳的家，亲手把自己逼到了一无所有的绝境。江北的秋夜越来越冷，李哲一个人走在街头，无家可归，身无分文。他住最便宜的小旅馆，吃最便宜的泡面，找工作四处碰壁。以前的朋友听说他的所作所为，都不愿意搭理他。他每天都会路过曾经的那个家，看着新住户进进出出，看着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房子，再也没有他的位置。他常常站在楼下，一站就是一整夜，后悔像无数只虫子
日夜啃噬着他的心。他想起结婚3周年那天，陈赫做的那一桌菜，想起他温柔的笑脸，想起他默默付出的每一个日夜，想起他抬手落下的那一巴掌，每想一次，心就疼一次。可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，他亲手推开了那个最爱他的人，就再也没有资格拥有他的温柔。而陈赫早已开始了全新的生活，他搬进了爸妈给他买的市中心公寓，采光充足，视野开阔，装修精致，温馨舒适。他正常上班，认真工作，业绩突出，深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他不再省吃俭用，不再委屈自己，买喜欢的衣服，用适合的化妆品。周末和朋友逛街，看电影，爬山旅行，把日子过得充实又精彩。他脸上的红肿早已消退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隐忍和委屈，取而代之的是自信从容，眉眼舒展的光芒。他终于明白，好的婚姻是2个人并肩同行，彼此珍惜，彼此尊重，而不是一个人拼命付出，一个人肆意挥霍，不是一个人委曲求全，一个人有恃无恐。不懂珍惜的人不配拥有，不懂得尊重的人不值得被爱。他曾经为爱低头，为爱妥协，为爱丢了自己，现在他捡回了自己，捡回了尊严，捡回了属于自己的人生。那个雨夜的一巴掌打碎了他的婚姻，也打碎了他的软弱，却让他彻底清醒，彻底重生。李哲再也没有见过陈赫，有人说在商场见过他，穿着得体的衣服，笑容从容，身边陪着温和的朋友，过得很好。有人说他升职了，加薪了，整个人闪闪发光，每一个消息都像一把刀扎在李哲的心上。他终于知道，他当初抛弃的不是一个平庸普通离不开他的妻子，是一个温柔善良、独立、有底气，值得被好好呵护的姑娘，是他这辈子再也遇不到的最好的人。而他为了一时的新鲜感，为了一个虚假的骗局，亲手把自己的人生毁得一塌糊涂。秋风吹过，梧桐叶再次落下，李哲站在街头，看着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都温暖明亮，却再也没有一盏灯是为他而亮。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在深夜等他回家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为他洗手做羹汤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把他当成全世界。他用一记耳光堵掉了3年爱情，堵掉了安稳人生，堵掉了所有退路，最后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和一辈子的孤独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而陈赫的人生才刚刚拉开最明亮、最耀眼的序幕。从此山高水远，永不相见。你不珍惜，自有别人珍惜；你不懂得，自有懂得的人。失去的是你，赢走人生的是他。故事到这里，梧桐叶还在落，街头的风还是冷的。李哲站在万家灯火的对面，再也没有一盏灯为他而亮。而陈赫的人生才刚刚拉开最明亮、最耀眼的序幕。我是阿明，一个讲故事的人，也是一个跟你一样喜欢听故事的普通人。今晚这个故事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，不是因为情节多激烈，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。真实到可能就藏在某个邻居家的门后，真实到我们身边可能就有像陈赫一样默默付出却被辜负的姑娘。陈赫最让我动容的地方，不是他卖掉房子拉黑一切的那份决绝，而是他在挨了那一巴掌之后，没有哭闹，没有崩溃，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诉苦。他只是安静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把蛋糕扔进垃圾桶，
把饭菜倒掉，然后像一个冷静的将军一样，布局出手收网，1周之内让那个打他的男人一无所有。这不是报复，这是一个女人在被踩碎自尊之后，终于选择为自己站起来。有人说，婚姻需要包容和退让，但陈赫用他的转身告诉我们，包容不等于无底线，退让不等于放弃自我。你可以为爱低头，但绝不能为爱舍骨。那一巴掌打碎的不是他的脸，而是他最后一丝幻想。而从那之后，他捡回来的是整个自己的人生。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在一段关系里，哪一刻你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退让了？是对方动手的那一刻，还是心被伤透的某件小事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夜深了，愿你被温柔以待，也愿你永远有转身离开的底气。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